有观察指出，从目前的俄乌冲突来看，俄罗斯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，乌克兰已经完全丧失大兵团作战的能力，其重型武器也基本被毁灭。乌克兰总统高级顾问阿列斯托维奇在上周也承认，俄军几乎完全摧毁了乌克兰的国防工业，并正在消灭民用工业。事实上，除了从本土发射的陆基导弹、从海上发射的口径 NK 巡航导弹和空中战机的亮眼空袭表现，俄军地面部队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此前就曾披露，俄军有2辆坦克在战场上表现出色。在尼姆琴科上士的指挥下，在前线的一辆俄罗斯坦克的车组成员，在40分钟内用坦克精准的火力摧毁了6辆坦克和3辆 BTR-80 装甲运兵车。而另一辆坦克的车组成员在坦克连连长斯塔罗斯金上尉的指挥下，击退了强势的敌方进攻，摧毁了8辆 BTR-80 装甲运兵车，阻止乌军突破到渡河点。俄罗斯确实一直比较重视这个坦克和装甲部队啊，包括冷战之中，他就特别强调自己的装甲洪流。那么这个呢，可以说是他这个基于2战的这么一个战争的经验总结，觉得这在地面上这个装甲洪流呢，确实是不可阻挡的一股力量。尤其在欧陆战场，因为它平地居多嘛，那么所以说确实坦克呢，理论上来讲比较好展开啊，也能够发挥这个巨大的冲击力和攻击力。这个也确实是俄罗斯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。不过，由于双方处于冲突时期，俄军为了避免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泄露，基本没有披露太多地面部队的情况和取得的战果。于是，乌克兰为了鼓舞士气，西方国家为了推销反坦克导弹，不断对俄军坦克进行抹黑，营造出大量俄军坦克被摧毁的氛围。比如，一段声称显示了一辆俄罗斯坦克被摧毁的视频在社交媒体疯传。这段长达9分钟的视频标题是“下一代轻型反装甲武器在伏击中摧毁了俄罗斯坦克”。视频中描绘了作战画面，还可以看到衣袖上带有乌克兰国旗的士兵在乡村行进。而仔细观看可以发现，这段视频大部分画面其实是来自一款游戏，有的士兵还神奇地穿过了树枝，而不是绕过树枝或是从下面走过。这个是战争的一个常态，就是说所有的战争之中都是夸大对方的损失，然后少聊自己的损失，然后以此呢来达到让尤其是对国内呢，它是一种士气和民心的这么一种凝聚。这个也谈不上谁黑谁啊，因为毕竟双方都在干这个事情，也是正常现象。